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总舵主。最近这2天的广东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啊，一点喂狗都没有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糖醋排骨、酸甜排骨，大家看一下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。大家看一下我是怎样操作的，有空可以试做一下。今天去菜市场买了1斤的排骨，现在的排骨28块钱1斤呢，五花肉才12块钱。你们那边的排骨要多少钱1斤呢？排骨买回来之后，我们把它砍成2厘米小块，尽量砍的大小均匀一点。把排骨砍好之后，先装起来。今天在菜市场还买了3个彩椒，3个不同颜色的。这种是菜椒，在我们老家也叫做灯笼椒。这种是甜的，一点都不辣的。要想辣的，也可以用其他的辣椒代替。首先把彩椒切开，然后再切成像我这样子一个条状，再切成菱形块。这种彩椒我们不用太多的啊，要一点点搭配一下颜色就可以了。教做菜已经2年多了，主页有300多道美食做法。如果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的，可以双击关注一下，偶尔的来我这里找一下灵感。下面排骨中加大半勺的盐，再来1碗清水，然后用手把排骨抓拌1分钟之后，再清洗干净，控干水分。下面让我们进行腌制处理，加适量的精盐，再来一点胡椒粉，还有料酒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个刚下的公鸡蛋，然后用手给它抓拌均匀。这个时候加1大勺的生粉进来，然后继续用手给它抓拌均匀，抓拌成这样的一个粘稠度就可以了。下面准备1碗干生粉，然后把腌制过的排骨给它加进来，让排骨沾满干生粉，用手给它用力的抓一下，这样的话它的一个生粉就粘得很牢了。用手给它抓成一个圆球状，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卖相也更加的好一点。教做菜我是认真的，如果教做菜不讲究细节的话，那就全都是耍流氓。喜欢做菜的，想学做菜的，可以双击关注一下，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。下面开始起锅烧宽油，油温烧至6成，试一下油温，这个手感觉很热，并且油开始轻微的冒烟。这个时候把上过粉的排骨一个个给它放进来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刚下锅后一定不要立刻的去翻动它，以免造成脱粉。中大火炸至大概30秒左右，让它的淀粉开始定型，然后用勺子轻轻的推动。怎样分辨排骨已经熟了呢？看到它浮面了，那就基本熟了。我们用中大火把它炸至浮面，就可以捞出来。等到油温升高至6成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复炸1次。第1次就是要把它炸熟，而第2次就要把它炸至酥脆。复炸的时间大概在30秒左右就可以了，然后捞出控干油分。这个时候把切好的彩椒也同样过一下油，把彩椒炸至断生就可以捞出控干油分了。下面重新起锅，下一点点的油，然后再来上1包我们家的糖醋汁，用1小包就可以了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就来上一个屏幕上的一个家庭版的糖醋汁，调制一个。把糖醋汁烧开，然后收汁浓稠到适合的一个浓稠度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像这样的浓稠度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加适量的明油进来，用勺子给它推匀。这个时候把所有的主配料排骨还有彩椒都给它放进来。这个时候用锅铲快速的把糖醋汁翻炒均匀，让每一块排骨包裹着糖醋汁，给它翻炒均匀后立刻出锅。最后出锅装盘盛菜。就这样，这款酸甜口的糖醋排骨就制作完成了。一口咬下去，外酥里嫩，酸酸甜甜的，让人非常的有食欲。
酸甜开胃，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不爱吃饭了。最后有一个点一定要注意一下，最后把糖醋汁翻炒均匀的时候，不能在锅中停留过久，不然就达不到外酥里嫩的效果。来，粉丝先吃，我来替大家尝试一下。太香了，实在是。再来一块。广东的天气最近实在是太热了，来一点酸甜口的，不然实在是没有胃口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双击评论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道主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淮扬菜中最为传统的经典老菜，那就是文思豆腐。今天我安排的这一个是不一样的文思豆腐，那就是太极文思豆腐。大家看一下我是怎样操作的。大家接着往下看。首先我们要准备一盒这种内子豆腐。这种豆腐的话，在一般的超市或者市场里面都会有卖的。这种内子豆腐的话，相对普通的豆腐来说，含水量更多，而且更加的滑嫩细腻，最适合就是做凉拌或者是做汤羹类的。首先把内子豆腐倒扣过来，然后用菜刀切去4个角，这样的话空气进去了之后，内子豆腐和盒子就很容易分离了。接着我们采用平刀法，将内子豆腐1开2，然后再撒上一点水，这样的话我们在切的时候就不容易沾刀。像我这样子用左手顶住刀身，防止菜刀左右晃动。菜刀利用手腕的力量上下切成薄片。切这一个豆腐丝，刀一定要锋利，不然的是很难切得好。切成薄片之后，再来一点水湿润一下。然后用菜刀给它轻轻的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切成薄片的样子。接着用同样的手法把它改刀切成丝。还记得10几年前我们厨师考级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当初的刀工考核就是这一个豆腐丝。当时考核是以切出来的豆腐丝能穿过针眼为合格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的刀工已经退步了。把豆腐丝切好之后，我们用清水给它浸泡起来。我们用勺子的背部给它轻轻的推开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切好的豆腐丝成品。把豆腐丝处理好之后，我们准备几颗新鲜的小油菜。没有小油菜的话，其他的青菜同样是可以的。我们只取菜叶部分，把嫩的菜叶给它剪下来。菜梗的话可以做其他的菜，不用浪费的。把菜叶给它剪下来之后，用清水给它淘洗2到3遍，清洗干净。这个时候我们把清洗干净的菜叶给它一片一片的叠在一起，然后卷起来压紧，然后用菜刀把它切成细丝，切得越细越好。教做菜我是认真的，如果教做菜不讲究细节的话，那就全都是耍流氓。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，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切好的菜丝，然后先给它装起来。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处理完了，下面我们开始烹饪。准备1个汤盘的鸡汤，然后加适量的盐，还有胡椒粉，给它调个味道。把鸡汤调味了之后，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始勾芡了。这个时候转为小火，如果大火的话，芡汁一下去，还没有来得及散开就已经结块了。这款汤羹的浓稠度大概在米汤那样浓稠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把烫过的豆腐丝放进来，然后像我这样子用汤勺的一个背部给它轻轻的推开，同一方向的推开。大家看一下，豆腐丝已经瞬间在锅里面绽放，
等到汤锅再次的烧开的时候，我们先盛一半的出来，然后把青菜丝给它放进来，同样用勺子的背部给它推开推散，这个时候加几滴的香油进来，然后再次的把它推匀。主页更新了300多道美食做法，您学会哪道了呢？没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，喜欢做菜的偶尔的来我这里找一下灵感。最后出锅，把它倒进另外的碗里。最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大家注意看，像我这样子2只碗同时的往碗里倒。最后一步，在太阴、太阳2个方位点上一笔，这样的话代表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就这样，这款太极文思豆腐就制作完成了。做法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，看过我教程的都已经学会了。这一道文思豆腐属于淮扬菜系的，是一道比较传统的名菜，它的口感软嫩清纯，入口即化。喜欢这道菜的不妨试做一下。下面由我替大家尝试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汤羹非常的丝滑。太棒了！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双击评论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